大家好，我是曹卫东。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期间呢，经济上没有达成较多的成果，而在军事上呢，似乎得到了美国的一个承诺，就是美国呢准备要把战略导弹核潜艇部署到韩国。表面上看呢，这是给韩国撑起了一把核保护伞，因为美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是俄亥俄级的，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枚3叉戟这样的多弹头的核弹。那无论是从射程还是这个爆炸威力都非常的大，好像在半岛呢保护了这个韩国的安全。而事实上就是你要是有一些军事常识的人呢，就会知道这是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战略导弹核潜艇它使用的原则是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是呢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你现在把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因为它开到港口或出港的时候，它是一个庞然大物，特别是在前海和近海的时候呢，很容易暴露自己。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呢，它由于是利用了大洋因为世界上70%的这个面积都是海水和大洋，它把自己藏起来以后呢，别人很难找到它。而你在近海这样活动的时候呢，很容易被对方发现。当美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如果要是部署到韩国之后，那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可不是就从家门口港口里边发射导弹的，而是要把这个导弹呢从水下20-30米的地方打出海面，然后呢飞出大气层，在大气层以外呢，利用这种空气稀薄和高速飞行的这样一个特点呢，长距离的飞行，跨洲际的飞行，然后再重返大气层，打击地面的目标。那你想，如果你部署在韩国，你是打击朝鲜还是打击哪个国家？就是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打击的目标是谁，这就成了问题。难道要从自己的这个港口或者是海域附近打出大气层，然后还没等飞呢再重返大气层吗？所以我们看，事实上它这不是一种很好的使用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方式它的这个签署可能是进一步的表明美国要把核武器部署在就是朝鲜半岛。那这样的就是结果呢，只能是加剧半岛的局势升温，只能加剧就是朝鲜对美韩两国的这个仇视和矛盾的升级。因为朝鲜对于美国和韩国呢，是希望他们不要在朝鲜的周边进行相关的军事演习，这样呢大家双向而行，往靠近走，往增信事宜上走，然后朝鲜呢就是不再进行核试验，不再进行有关战略导弹的这种试验。但现在美国和韩国不断的在朝鲜的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并且还把战略导弹核潜艇开到这里来威胁朝鲜和周边的国家，那朝鲜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制，就是可能更频繁的试验相关的武器装备，而且矛头是直指美国和韩国。那地区的形势呢，本来还没有那么恶化，现在随着这种盘旋式的或者是这种你来我往的对立呢，反而使半岛的局势恶化。而半岛的局势恶化，它肯定要影响到周边的国家，比如说俄罗斯，比如说中国，比如说这个日本，他们都会因为就是半岛局势的恶化而导致自己的安全的形势发生变化。那对于美国这样的举动呢，不仅仅是不能够缓解半岛的局势，反而呢是使其他国家的特别是常规潜艇要跟踪或者是监视你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反而对你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为在使用中，战略导弹核潜艇一般是不能靠近其他国家的潜艇或者是自己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都容易暴露，它应该是潜伏在大洋深处。所以我们看美韩它做出的这样一个协议，更多的是要向外界表明美国要把战略导弹部署在朝鲜的周边，或者是部署在东北亚，这只能使地区的安全环境进一步的恶化，只能使这种军事冲突甚至是这个核摩擦的这种概率上升。所以这是一个害人害己的举动，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